俗话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，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，名师指路之后还需自己开悟。人生有捷径可走吗？付费是成长最快的方式，结交贵人是通往捷径的唯一途径。高龄投资人张磊曾提到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，与谁同行比要去的地方更关键。底层人喜欢聊感情，上层人只谈利益分配。金钱才是维系人际关系的最佳工具，与贵人建立利益联系，才能让你走得更远。这个时代发展迅猛，如今很多人向上结交时，总想着先吃饭喝酒，拉近感情后再谈正事。这样做就把顺序弄反了。与贵人相处，应先谈利益再谈感情，没有利益基础，感情都是空话。大佬不是恋爱脑，不会整天围着你转，要彻底绑定贵人，就得与他建立深厚的金钱关系。这个世界还有一套运行法则，就是学会用钱绑住比你更优秀的人。做生意创业尤其如此，人脉都是用钱砸出来的。以电商为例，传统电商老板跟不上形势被淘汰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因为运营逻辑变了，居然还有人想靠老办法刷单起家，那不是做梦吗？其他更传统的企业结构臃肿，靠红利期和关系生存，内部派系林立，互相消耗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难。那些老板思路很难转变，很容易被高效的新兴企业冲击。年轻人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情况屡见不鲜。从2025年开始，各种实用的 AI 应用会层出不穷。对于电商企业来说，物流、选品、运营、推广、内容创作、客服售后等领域都离不开 AI。 这不是制造焦虑， AI 很快会冲击低效企业，企业得赶紧用 AI 提升效率，打工人也得尽快学会驾驭 AI， 否则容易被取代。 AI 不用花钱学，多用就熟练了。付费是成长最快的捷径，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。永远记住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如果你总想着免费蹭资源，那就注定穷得稳定，这是典型的韭菜思维。穷人办事爱谈感情，富人用钱解决问题。尤其随着知识付费热潮兴起，有人愿意花大钱学习提升技能，有人却整天抱怨物价高，连学习都成了奢侈品。很多人误解了网络付费的概念，以为自己付了钱就该赚多少钱，没赚到就被割韭菜。网络付费和传统学习付费本质相同，付费只是提高学习效率，加速自我成长的捷径，不是保证能赚多少钱。去课外补习班，你能保证学了就考高分，上清华北大吗？去技能培训班，你能保证学了就进大公司，月入10万吗？网络付费学习和传统培训班并无不同，只是学习内容有差异罢了。找到你的热爱和天赋，锁定目标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上，持续深耕下去，你的专精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贵人，晒出成就。从小到大，父母和老师都教我们要谦虚，不能太高调。每次被夸奖时，我总会不好意思地说，其实还差得远。我一直觉得低调是一种美德，直到读到秒赞里的一句话，自己的优势不说就等于没有优势，瞬间像被点醒的感觉。在快节奏的时代，没人愿意花时间主动了解你。比如我主持过多次几百人的大型活动，大家都说我很专业，我擅长性格分析，做1对1深度咨询疗愈，我喜欢读书，擅长写作。我不说出来就没人知道。酒香也怕巷子深。当我在各个平台大胆展示自己，在社群里大方介绍自己，在朋友圈分享文章和生活感悟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联络我。真正的好机会是在你努力后主动找上门的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找贵人就像把自己当成产品卖出去，产品不好甚至过期，别人肯定看都不看一眼。多走出去，与人事物建立更多联系，认识不同的人，接触不同的资讯，了解不同的思维，才能结交志同道合的人，学习他人优点，
不断提升自己。生活中接触不到比自己优秀的人，那就去线上看看，可以加入感兴趣的付费社群学习，通过线上拓展人脉。也可以写作，比如开公众号或小红书，在自媒体上发出信号，吸引同频的人，让贵人为你投资。利用贵人有2种直接方法，一是让他为你投钱，二是让他心甘情愿花时间帮你。通常有钱有资源的人都想投资，让钱生钱。在当前社会规则下，想获得更广的人脉，先提升自己，先做出成绩，让自己的能力传出去，吸引贵人主动找上门。与其幻想凭空出现的救世主，不如先让自己成为英雄。在人生旅途中，既要珍惜高人的指点，也要感恩贵人的帮助。高人的智慧能为我们指明方向，贵人的力量能助我们跨越难关，实现梦想。我们也应努力成为别人的贵人，用自己的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在完善自己，丰富人生。记住，高人指路虽好，贵人相助更难得。珍惜每一次相遇，感恩每一份帮助，让人生因此更加精彩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